要说2024年中国政府最恨谁，可能就是当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他们的理论相当于给中国经济判了死刑。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提到，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必然会滋生腐败，压制创新和经济增长。但这似乎与中国的情况截然相反。话说2012年皇上登基之前，那是贪官当道，什么熊掌猴脑、情妇小姐是家常便饭。中国经济也在高速增长，然而皇上登基之后实行高压反腐，贪官们似乎是收敛了不少，中国的经济却哑火了。今天就来聊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贪腐。说到腐败，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非洲国家的军阀政府，南美国家的黑帮政客，还是中国肥头大耳的政府官员在左拥右抱？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腐败会腐蚀国家的经济，导致民不聊生。比如委内瑞拉的国有石油公司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公司之一，但其资金长期被政府高官霸占，导致政府收入降低，成了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的关键因素。类似的还有印度的电信腐败案、马来西亚的基金腐败案、巴西的石油公司洗钱案等等。这些腐败案件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涉案金额巨大，高达几十亿甚至是几百亿美金；另一个是涉案的国家经济都不发达，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出现几百亿美金的腐败案件，可见有多少人民的血汗钱被贪官吸走，是鬼子进村无法无天啊！但我认为上述的国家跟中国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仅2024年前3季度，中纪委就立案64.2万件，处分58.9万人，数量之大令人啧舌。中国大贪官的传闻有很多，比如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董事长范吉香涉嫌受贿9700亿人民币，前中国海洋石油董事长王逸林涉嫌贪污9000亿元。虽然这些传闻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就像我们永远无法证实新疆到底有没有强迫劳动一样，但在一个官官贪污，连村官都能敛财过亿的国家，数字具体是多少，真的有意义吗？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温家宝家族共敛财27亿美金，这还是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啊！中国的官员不仅谈得多，玩的也花。前中国常委张高丽喜欢女运动员，世界网球冠军彭帅就被人介绍给了张高丽。根据彭帅的微博自述，在其被张高丽那啥的时候，张高丽的老婆就在门外把守。还有中国华融资管的董事长赖小民，传闻有100多个情妇，并且都住在一栋楼里，大家和谐相处，这简直是帝王之术啊！连皇上都得羡慕，怪不得他要被查。要我说其他国家的贪官冲击的是国家的经济，而中国的贪官冲击的是人类的想象力。我的天哪！接下来回到今天的主题，中国的贪官如此之多，如此之猖獗，但中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不但没有受到拖累，反而在高速发展，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合常理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洪媛媛长期研究中国的腐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我们不能用单一的眼光看待腐败问题。在著作《中国的镀金时代》一书中，洪媛媛将腐败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是掠夺性腐败，这是指政府官员任意掠夺财富，会严重的破坏经济，导致资本外逃和投资萎缩，比如许多非洲国家。第二种是有组织的掠夺，这是指系统化的腐败，往往是政府核心人员操控腐败收益，结果就是抑制经济的长期发展，国家变成利益集团的工具，比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第三种是关系性腐败，这是指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利益交换，比如19世纪末期的美国，企业贿赂政府官员以换取政策倾斜。第四种是市场性腐败，这是指官员向企业收取准入费，但不会过度的干预市场，这种腐败甚至有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下面我们就来仔细的说一说市场性的腐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以福建省为例，在改开初期，福建省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允许企业以低价甚至灰色交易获取土地。许多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向企业收受贿赂，并将土地以更优惠的价格交易给企业。
这虽然导致了大量的贪污腐败，但使得福建省的土地交易比其他省份更加活跃，迅速推动了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园区的建设。福建省还学习温州经验，允许民间贷款，也就是高利贷，在政府的默许下存在。地方官员就在民间的借贷活动中抽取回扣，让福建省的许多城市成为全国非法资金流动的中心。这虽然又让大量的贪官赚得盆满钵满，但金融系统的腐败帮助民营企业规避了国有银行的限制，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发展扩张。福建省的地下金融机构甚至会在民营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时候提供一定的保护，可见这些贪官们也是真心想要当地的企业获得良好的发展。此外，走私交易也是福建省官员的贪腐渠道之一。1990年代，福建省的走私产业链庞大，涉及汽车、电子产品、日用品等多个领域。许多地方官员与商人合作，默许走私活动的发展。1999年，华远公司被查，其通过贿赂海关和当地官员，走私了价值530亿元人民币的货物。那可是99年呀！福建省走私活动的发展，不仅给当地带来了税收增长，还增加了经济活力，创造了就业。福建省的官商勾结虽然充斥着地方官员的腐败，但也确实给当地企业带来了廉价的土地、充足的资金和运营灰色产业的权利。虽然要额外给地方官好处，但企业的成本却降低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或尼日利亚，腐败往往是分散的，官员们各自设立收费站，导致企业在不同层级被反复勒索。而在福建省的例子里，我们看到的是集中化有纪律的腐败。虽然把纪律和腐败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有点讽刺，但事实如此。这种特殊化腐败现象的出现要归功于2点。第一点是中国地方官的晋升机制。在过去中国的地方官主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获得晋升的机会，这意味着他们会绞尽脑汁的想要发展地方经济。虽然贪污敛财才是主业，但只有维护好当地的商业环境，确保本地企业可以长期发展，才能吸引大量的外来投资，拉动 GDP 获得晋升的机会，以后才有更大的空间发展主业，赚更多的钱，养更多的情妇。第二点是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竞争，比如谁的招商引资更多，谁的 GDP 排名更高，毕竟越高的位置就越稀缺。厅级干部想要晋升部级，光是自己优秀还不够，还要比别人更加优秀，这就导致地方官们不敢过度的破坏规则，否则本地企业就会转去其他地方投资。因此，大型的本地企业对地方政府来说就是香饽饽，今天你敢对我动手动脚，明天我就让你高攀不起。其实阿基莫格鲁早在10几年前就解释了市场化的腐败在中国出现的原因。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将制度分为政治和经济2种。中国就有集聚性的政治制度，简单的解释就是中国没有人权，并且没有有效的司法体系。这一点是中国会滋生大量贪官的土壤，因为官员们有很高的权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法律的限制。同时，在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制度就有很大程度的包容性，比如开放市场经济和促进地方竞争等等。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约束了官员们腐败的程度，让他们在捞钱的时候也不得不关注经济的长期增长。阿西莫格鲁在书中描述的中国集取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共存，正是大量腐败和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的基础。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以前真是错怪那些贪官了？他们也算是贪艺有道，为中国的崛起添砖加瓦。但这种可以促进经济的市场性腐败，仅仅是个特殊时期的中国。在改革初期中国可谓是百废待兴。邓小平清楚中共如果想在捞钱的道路走得更远，市场经济是绕不开的。在1985年，他在会见外宾时说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可见当时的中国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市场经济也并不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对建国以来就坚持计划经济的中国而言。在尝试市场经济的时候，中国就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很多企业想要合法进入一个行业发展，就需要面临各种复杂的审批，腐败就变成了企业非正式的机会。地方贪官收取企业的好处费，并帮助企业绕过各种繁琐的官僚程序，反而增加了效率。不仅如此，只要上供的多，初出茅庐的企业家还能获得各种优待，
比如土地和资金等方面。另外，改革初期的中国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比如修路建桥、机场和发电站等等。这些动不动就几十亿的项目，不仅能快速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还是地方高官捞钱的好项目。这可是捞大钱啊！可能一条路修下来，就有地方官口袋的钱比一个村的人一辈子的收入还要多。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地方都大搞基建，导致今天中国基建严重过剩的原因。然而，市场性的腐败就像基建一样，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确实能起到增加效率、促进增长的效果。但随着中国经济一天天的壮大，人均 GDP 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就变成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拖累。第一，市场性腐败也好，掠夺性腐败也好，不可避免的一点就是削弱法治。当一个国家靠资本积累增长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创新就变成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关键因素，而法治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往往需要一个企业的长期投入，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企业家的财产，一个企业努力了几十年的成果很可能一朝梦碎。从过去的薄熙来借打黑除恶为名抓捕民营企业家并侵占他们的资产，到皇上灭霸降旨团灭教培行业，在蚂蚁集团 IPO 前夕叫停他的上市计划，再到今天地方政府的远洋捕捞，都是中国缺乏法治、权力也可以肆意妄为的表现。在这种环境下，需要长期投入的生意都是赔本买卖。在中国，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清楚，权力的任性既可以成为自己的便利，也可以轻易的毁掉自己。第二，腐败还会导致严重的资源分配问题。当官员们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过多的时候，资源就不会流入到最有效率的地方，而是流入最容易发展官员们的主业捞钱的地方。在改革初期百废待兴的时候，资源分配的问题还不是很明显，毕竟那时候的中国什么都缺。但在今天，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资源错配的结果就是死气沉沉的经济和还不起的债务。同样，在皇上大力发展光伏和芯片的时候，中国政府给予了相关企业大量补贴，但补贴的分配权却在地方官员手里。你猜这些补贴会给到最有效率、最有希望的企业，还是会给到红包最大、上供最多的企业呢？最终，大量的补贴流入到贪官和骗补贴的企业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产业政策在腐败泛滥的中国大都烂尾的原因。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下，无论是法治问题还是资源分配问题，真正的源头都不在腐败，而是社会主义。当一个国家没有民主、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时候，立法、监督、审判、执法都是一家在做。无论有没有贪官，法治的缺失是必然的。大量的贪腐行为只是戳破了中国人对法治国家的幻想而已。同时，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算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场经济，绝大多数的资源也一定掌握在国家手里，也就是各级官员的手里。就算中国都是清官，各级政府都在兢兢业业、绞尽脑汁的想要让资源流入到最有效率的企业中，也同样会出现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因为几个脑袋的能力，怎么可能做到比市场成千上万的交易产生的结果更有效率呢？所以今天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并不是来自于贪官们的胡作非为，而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政府和官员掌握大量资源的国家，腐败成风、资源错配是必然的。然而，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比腐败更可怕的是官员们的集体躺平，比资源错配更可怕的是资源压根不分配。2012年，我们可爱的皇上登基之后，开始大力反腐，到今天，反腐行动已经处罚600多万名官员。如此恐怖的反腐规模，让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胆战心惊，生怕一个决策失误就被指控腐败。既然做的越多，错的越多，那干脆就什么都不做，直接躺平好了。2024年，中央批准了4万亿的专项债用于基建，但截至10月，仍有2.3万亿没有使用。要知道，基建可是地方政府最拿手、最喜欢的项目，可见如今的官员们是真的不敢花钱。为了鼓励地方官勇于作为，中央纪委在2016年提出3项区分：一、区分好心办坏事和真正的腐败；二、区分经验不足导致的错误和有意违规的行为；三、探索新领域时的事物不应被过度惩罚。
但反腐的力度不减，这些口号也只是瞎子点灯，白费了。近2年，皇上又开始处罚不作为的官员。2023年因不作为等原因被处罚的官员高达9.4万名，是前年的2倍。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员们开始转向形式主义。在某返贫项目中，官员被要求每天开2次会，但他们通过每3天开1次会，换不同的衣服和布景拍照来完成任务。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形式主义教育，在官员们的身上发挥的是淋漓尽致。最近，随着中国经济的恶化，越来越多的人被公司裁员，网上就流行起了一句话，叫裁员裁到大动脉。同样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依赖政府分配资源和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腐反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大动脉。讽刺吗？改革初期，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中国经济在一群贪官的带领下蒸蒸日上。如今大力反腐，贪官收敛，中国经济却萎靡不振，连最擅长的基建也都硬不起来。讽刺吗？小粉红们一边夸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边又被贪官剥削，自己不婚不育，人家却能包养100多个情妇。讽刺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真相。贪官不贪，经济不振。2024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对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作出的重要部署。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突出铲除土壤条件，深化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持续盯住7个有之问题，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